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虽然我这个周末出门在外，但我还是必须做这期节目。中国经济刚刚经历了历史性一周，中国股市和汇市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暴涨。中国 A 股在短短的4天就涨了近16%，激烈的市场反应源于过去一周中共出人意料的3组连环拳的强力刺激。为什么中共在经济领域出现180度的变脸？中共这次突发行动给我们透露了什么内幕信息？这轮史无前例的刺激能把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房地产再次点燃吗？我们投资人如何面对这汹涌而来的资金大潮？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些话题。目前网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但大多限于人云亦云的层面，很多政策的实质无人点名。但要看透这轮操作的本质，以及它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我们就不得不深入每个政策来谈，给大家把中共的这轮操作掰开了来剖析。希望大家能认真听下去，保证你看完这期节目后，你对这轮大操作的认知会超出绝大多数人。中共这轮刺激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激荡起市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从9月24日以来，中共打出的3套组合拳，第一组来自中共央行，第二组来自中共政治局，最关键的第3组是来自中共财政的无影拳。这3组拳脚混杂着深思熟虑和饥不择食的双重韵味，外加出台过程中的一系列非常规表现，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这次中共高层对中国经济问题放下了矜持，是真的急疯了，摆出一副不惜代价也要把经济刺激起来的疯狂姿态。从9月24日开始的第一轮拳脚，就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中共央行。在9月24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系列劲爆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总结起来有4大方向。首先，央行宣布存款准备金率近期将进一步下调0.5个百分点，就这一点，央行就会向金融市场释放约1万亿人民币的长期资金，而这已经是2024年央行的第2次降准了。更吓人的是，潘功胜还透露，在今年年内还将视市场流动性的状况，可能选择机会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到0.5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央行随时准备再释放另外1万亿人民币的长期资金到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相当于向世界宣告，以后央行会保证中国金融市场不会被缺钱的问题而困扰。但是单单这一点也只是让市场小小兴奋一下，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核心问题其实还真不是缺少资金的问题。随后央行宣布的第2个方向就是针对利率方面下手。中共央行宣布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从 1.7% 下调到 1.5%， 这个操作预计将带动中国的贷款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调 0.2 至 0.25个百分点。这个政策一方面让中国贷款成本降低，以此来激励贷款、激励投资；另一方面，推低存款利率也会降低中国人的存储欲望，从而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央行的第3个方向直接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这次央行一下子就给中国房地产打出了3剂强心针。首先，对已经贷款买房的人，央行说可以适当降低这些人的贷款利率，可以参照新发放房贷的低利率，降低那些老房贷的利率。表面看，这个政策是希望刺激背房贷的那些中国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但这其实也是在降低中国银行的风险，让那些还贷有困难的中国人，考虑断供的中国人感觉好一些，给他们点喘息的机会，希望他们会因此咬牙坚持下去，继续还贷。那么第2个地产强心针是针对那些想买第2套房的人。央行宣布把第2套房的首付比例要求会从 25% 下调到 15%。 表面看这个政策很给力，一下就把首付下调了 10%， 降得比美国银行按揭通常要求的首付比例都要低了。但是如果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个政策其实只是可能针对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
起作用，就是那种手头上没有足够的现金付25%首付，但是现在还特想去买第二套住房的那个人群。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个人原因，这种人大概率是那种还活在老黄历中的人，是那种还梦想着用房子投资、用房子积累财富的人，也就是那些不特别有钱但特别固执、特别自信的撞韭菜人群。中共这个降低首付比例的政策，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鼓励他们尽快下决心，用自己的后半生来给中共房地产经济再做贡献。我希望这种人在中国比例不是很大。央行的第3个地产强心针是，央行表示会提升对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的支持比例。这个政策说白了，就相当于央行对商业银行放话说，对于那些现在还想买房的，但是贷款资质不完美的，你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就不要太较真了，不要太过考虑他们的还贷能力了。风险由央行给你们兜着，你们就大胆的给他们贷款吧。这个政策和上一条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央行在用资金鼓励那些经济基础不是特别厚实，但是现在还有买房想法的人去赶快买房。那房地产能不能就这样被刺激起来呢？等一下我在后面分析政治局打出的第2套组合拳时，会给出一个总体结论。在这轮央行政策中，最疯狂的还要算央行宣布的直接支持中国股票市场的2个所谓创新政策。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2个创新政策。第一，允许证券、基金、保险公司拿他们手里的现有的公司股票或债券做抵押，找央行借钱。也就是说，如果哪个金融公司想买 A 公司的股票，但是钱不够，通常他们需要把手里 B 公司的股票卖了，换成现金，然后再来买 A 公司的股票。这个政策一出，他们以后就不需要再卖 B 公司股票回收资金了，他们可以把 B 公司股票先暂时放到央行那里，然后央行就会给他们钱，支持他们用这些钱去买 A 公司的股票。你知道这个政策在干什么吗？这是中共央行在用钱贿赂这些金融公司，让他们不要因为缺钱就抛售股票，只要他们想买新股票，央行就会借钱给他们卖。如果在股市上卖的少，买的多了，那这个股市怎么会不涨呢？这个操作相当于是央行在给中国公司的股票提供了一个某种性质的价值支撑。换句话说，这就是央行在用全国人民的钱给这些上市公司输送利益。潘功胜还明确说，这个基金的首期操作规模是5000亿元，只要这个事情做得好，第1期5000亿，可以再来5000亿，甚至可以再搞第3个5000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是开放的。潘行长这大嘴一张，1.5万亿的支票就先开出来了，后面还背着一个无上限的更大支票。中共央行的这个猛操作让我当场就无语了。过去央行发钱时都是希望实实在在的能刺激到实体经济上，因此央行在印钱时都反复强调说，这资金不准流入股市。这次正好相反，央行释放大量资金，却历史首次宣布获取的资金只能用于投资股票市场。说白了，就是央行向股票市场直接送钱，参与炒股票。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历史性决定。这个做法很可能已经违反了中共自己的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法特别规定，央行不得直接向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但是现在央行却宣布允许各个金融机构拿他们的股票到银行去换钱，然后用换的钱去买更多的股票。这么干，央行不但是在给这些金融机构贷款，甚至可以说，央行是用这些金融机构做自己的白手套，在用印的钱直接炒作中国的股票。如果你认为央行创新出来的第1个刺激股市的政策很疯狂，下面还有更疯狂的，那就是央行创新出的第2个刺激中国股市的政策。这个政策已经超越了疯狂的状态，进入了变态的范畴，就是建立了一个专门款项，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他们回购和增持自己公司的股票。这就相当于中共央行给公司老板钱，
让公司老板有钱把自己公司的股票给炒高了。这不是央行在用老百姓的钱鼓励这些公司老板操纵自己的股票吗？如果哪个老板知道自己公司未来会有大问题，而想在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之前跑路，那么他就可能用央行的这笔钱把自己的股票先有意给炒高，因为是他们在用钱炒高他们股票的，因此他们比谁都更能准确预测他们股票的高点，然后在高点抛售自己的股票，完全实现跑路前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政策不就相当于是中共央行用老百姓的钱给那些公司老板做了一把割韭菜的镰刀，让他们在最便利的时刻在中国股市收割中国老百姓这种韭菜吗？对于这个专项资金，潘行长也同样明确说，首期的额度是3000亿，如果这项工具用得好，可以再来3000亿，甚至可以再搞第3个3000亿，都是可以的。后面要看市场情况做一些评估。这又是先来一张9000亿的支票，后面依然是另一张不封顶的支票。决定世界任何一个股市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净流入股市的资金数量。所谓股市是经济晴雨表的说法，那只适用于政府不过多干预经济和金融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描述的是一个长期效应。中国股市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而只是中共政策的乖孙子。只要中共政策支持，然后资金给足了，中国股市一定猛涨。因此千万别幼稚的从中国经济面的角度来谈中国股市的这轮疯涨的前景。这轮疯涨完全和中国经济面没有一毛的关系，完全是中共央行印钱投入股市的直接结果。如果中共的这类操作只限于中共央行在24日释放的这4个方面的货币政策，那它的效果会非常容易预测，那就是他们最有效的影响应该只集中在中国股票这一点，他们对中国经济整体面，包括对中国房地产的影响会非常有限。但是中国货币政策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长期持续的效果了，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缺钱。虽然这轮政策准备开闸释放的资金足够疯狂，但是单单靠这些货币政策，他们对经济的影响应该逃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中共应该也看清了这一点，就在中共央行宣布那一系列疯狂的货币政策的2天后，中共就打出了第2套组合拳。这次出场的是中共政治局，习近平在9月26日亲自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经济形势和对策，随后发出会议公告。中共政治局通常是在每年的4月、7月和12月的会议上讨论经济问题，也就是中共政治局刚刚在2个月前讨论过2024年的中国经济状况，并制定了下半年经济政策的走向。现在习近平突然破例，在9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单单从这一点就透露出，在习近平的心中，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在过去2个月显然发生了突变。因此对比中国政治局7月和9月会议的公告的不同，是一个最有效展现习近平思想变化的办法。首先，9月份的会议中，中共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方式和7月就明显不一样了。在7月的会议上，中共说的是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了回升向好的态势等。但这次会议上，中共直接删了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的说法，变相承认中国经济没有回升向好。在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定性上，中共在7月份还说一切正常，给中国经济问题的定性是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这些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等等。而这次会议上，中共就彻底改口，明确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7月份的会议，中共依然强调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这次会议就没有再提这个说法，而是说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视困难。这次会议有关政策走向上，专门提出了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实施有力度的降息等。这些说法和我们前面讲的中共央行在24日宣布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完全吻合，这就印证了潘功胜这轮疯狂的政策完全是习近平要求下出台的。这也就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治局对央行新政策的直接背书。另外，从央行被允许在政治局开会前就把那些货币政策公布出来，这也再次体现出习近平内心的急迫感。10来年前，在习近平刚上任不久，他和王岐山密切合作，用全面反腐给自己立威。当时他们抓捕的中国官员数目巨大，以至于在2014年9月的一个中共政协常委会上，有一个政协常委直接问王岐山：“现在很多公务员都不敢做事了，主要怕做错事怎么办？”王岐山在回答中提出了“宁愿官员不作为，也不可乱作为”的强硬说法。王岐山敢这么说，那应该是他和习近平当时的共识。直到2016年，习近平才提出了一个所谓3个区分开来的概念，大意是希望把官员在常识中出现的过失性错误和明知故犯区分开，和我行我素区分开，和谋求私利的行为区分开。但是在那之后，习近平的这个3个区分却很少在中共党媒中再被提及。不过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却专门又提出要求认真落实3个区分开来的原则，要求中共干部勇于担当责任，同时承诺中共这个体系要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等等。这显示习近平认为中共官员目前躺平不作为是目前中国经济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先不说中共官员会不会因为他说的这句话就会从躺平的状态翻身而起，大胆行动，单单就是习近平的这个认知，就让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觉一片凄凉。回看中共过去30多年的所谓成功的改革方案，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决定减少他们对某个经济领域的控制而实现的。中国官员插手越多的领域，长期看出现畸形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在习近平的认知中，偏偏不具备这样的基本常识。一有问题，他的第一想法就是让他的官员更多介入，加强管理。包括目前中国出现的这样的系统性的经济困境，习近平都是这个思维模式。中共官员对他的要求不作为还好，如果中共官员真的被他逼着开始拼命行动，那才是中国很多经济领域更大的噩梦。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命脉产业，也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最致命的一点。我前面分析了央行在支持房地产领域出台的3项政策，从分析中大家应该可以看出，央行出台政策有明显的硬憋出来的意味，对扭转中国房地产颓势的效果大概率会非常有限。对此，中共决定让政治局用公告的方式从舆论上挺一把房地产，不再提什么房住不炒了，而是直接针对房价发话，要求中国房价止跌回稳。那么从习近平和中共政治局的嘴里说出这样的新说法，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房价从此将不再是一个市场概念了，而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了。以后房价再跌，那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像中国房地产这样的体量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但是房价一旦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中共官员就不得不摆出积极行动的姿态，而且也不敢让表面数据太打脸习近平的意志。因此，首先，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从央行到财政，从中央到地方，中共的各个机构会出台众多的所谓稳定房价的政策，官员会以此展现他们在积极响应习近平的要求，在干事情。最近这2年，中国房地产价格崩盘，暴露了大部分地区房地产的黄帝新衣，把中国3、4、5线城市和大部分2线城市房地产过剩的臃肿现实清晰展现给了中国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房子已经远比人多了，这已经是一个掩盖不住的事实了。而且随着越来越多地方人口减少或老龄化进一步恶化，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会出现东北鹤岗房价变白菜价那个状况。
很恶心的东西，人看见就很难忘记。如果大部分中国人都已经明白了，他们当地的房地产已经是没有投资价值的一团屎了，你政府的政策就是玩出花来，你也很难劝说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去花钱买一团屎。因此，房价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可能真正的止跌回稳。当然，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那里的房地产还确实有硬需求。这次中共政治局亲自出手，给房价搞的这场舆论造势，可能真的会让这些有硬需求的地区买卖双方在情绪上出现变化。而且，各地政府和地方中介也不会放过这个浑水摸鱼的机会。网上最近就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造气氛的房地产视频，把房价止跌回稳炒成了房地产回温回涨。我昨天看到一个北京中介的视频说，北京卖房的客户都开始飘起来了，以前降价的现在都要把价加回去了，等等。视频下面有不少反馈都是，你就别在这里做托了，什么情况大家还不明白吗？中国法律不承认个人破产，这就让中国人在贷款买房这个问题上要承担比其他国家更高的个人风险。中国人在这方面一旦失足，比如一个人收入万一出现意外，就可能使这个贷款人进入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凄惨状况。以前中国人可能不理解中国的这个特殊危险，过去2年网上众多的凄惨范例让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已经比以前清醒多了。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其实和中国经济的大环境直接相关联。目前中国经济大环境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找不到工作而失业的人，自然买不起一线城市昂贵的房子。行业或自己公司不稳定的人也不敢买房子。以前3、4线的父母能够卖老家的房子来资助孩子买一线城市房子的，现在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因此，现在中国经济的状况绝对不可能再支撑2021年以前那样的中国一线房地产房价的火爆了。当然，中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杀手锏，那就是中共统计局。当习近平把房价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后，统计局就不敢再让中国房价数据这么自由落体的下跌了，那就会犯政治错误的。我预见未来中国的房地产的现实和统计数据会越来越明显的割裂。同时，中共统计局的这些数据会被海内外和中国房地产有利益关系的各种势力炒作，因此信息全面、头脑清醒、定力强大将成为未来中国人生存的一项重要能力。总之，中共政治局这次会议的核心概念就是强调未来会加大对中国经济的支持力度，提供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支持。如果把中共的那些八股语言翻译一下，会议的核心就2点。第一，以后中共会让财政多花钱，主要把钱花在继续搞基础建设、保交楼、扶植破产的房地产公司等方面。如果还有多余的钱，就给中国很穷的一些人发点儿。第二，如果中国财政也没钱的话，那就让中共央行印钱。政治局的这个说法，就自然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国财政负责打出的第3套组合拳。我们在节目开始就把这套拳叫无影拳。为什么？因为虽然政治局明确提出了财政要多花钱，但是具体的细节中共还没有正式透露。而财政这一块正是这3套组合拳里最关键的，也是出台最难的。其实各国在刺激经济时最核心的都是具体的财政政策，中共政治局只能制定玄而又玄的政策策略和大方向，而中共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只能保证对关键领域能够提供潜在的大量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是不是真能从银行流出来，还得靠财政方面的具体的刺激政策。各种迹象显示，这次中共对经济的突然要大刺激，是因为最近某天习近平突然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危机程度后，紧急要求中共各个部门快速出台各种刺激政策。过程中有点像他对疫情的态度，今天还是要坚持动态清零，明天就决定全面开放，阴阳尽阳。
但是财政这块要考虑的细节很多，所以要突出来政策，制定起来也最费劲儿、最耗时间，工作会非常庞杂。不过，为了形成三权同时打出的这个气势，中共再次成功利用它和海外媒体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利用海外媒体成功给这第三套财政权造了一轮声势。9月26日，路透社和彭博社都援引所谓匿名的消息人士说，中共财政部正在筹划历史上最大的救市政策，声称力度空前。第一，政府将开始花大钱，用发行国债等方式大量借钱消费。中共还会超额补贴地方政府财政，在对地方已经转移支付了10万亿的基础上，年底会再提前给地方政府转移过去5万亿。第二是增加对民生的补助，在已经补助了2万亿的基础上，年底再突击补助1万亿，过程中还可能给中国穷人发点钱。3、税务改革，给地方增加税收，同时对个人和企业降税。当然，这都是中共利用外媒打出的财政无影拳。等中共财政的那套拳真打出来时，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还无从预测。很多人把过去30年说成是日本经济停滞的30年，其实，在那30年中，日本政府从来就没有躺平歇下来，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尝试各种刺激经济的办法，什么加大政府赤字，用财政刺激经济了，把银行利率给整成匪夷所思的负值来刺激日本消费了等等。在这一轮接一轮的刺激中，日本经济的确时不时出现过 GDP 增长加快的现象，但是在过去30年的维度上回头一看，过程中的哪次刺激也没有真正的改变日本经济过去30年疲软的大趋势。对于中国股市这轮必然的疯涨，我前面已经解释了，但是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房地产，能不能因此被再度点燃，对此我不抱任何期待。其中各方面的原因，我在前面也一一阐述了。因此，对这一轮中国股市反弹，有人提出了可交易不可投资的核心策略，对此我非常赞同。有不明白这其中区别的，我这么给你解释吧。我用我每月收入的一部分自动购买美国股市的标普500指数，对那笔投入我10-20年都懒得看一眼，因为那是我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投资。同时，我要是到印第安保留地赌场去玩时，我会对每个赌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因为我知道那是在赌博，玩的就是个心跳。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